这是一部必须携带身份证才能看的超大尺度限制级电影。导演为过审不惜舍弃内地，没曾想一经上映，不仅斩获4000万票房，更是将一重大制作踩在脚下摩擦。本片改编自2013年轰动全港的逆子杀亲案，直到最后一秒，真相仍在反转。故事开始便是高能，警方在一所出租屋的冰箱里发现2颗新鲜的夫妻头颅。变态的是，凶手不仅是报案人，更是死者的亲生儿子。男人名叫张显宗。就在前几日，他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，表示自己的父母双失踪，甚至还刻意煽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。可就在媒体纷纷争相报道之时，他却在视频中承认了自己手刃了双亲。警方迅速找上了门，以涉嫌谋杀罪将张显宗逮捕，而他也直接供出了同犯唐文琪。一个骇人听闻的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。案发当天，张显宗趁着父母在家时，谎称自己租了个新房子，要求他们过去帮忙打扫一下，实则是将2人引到了唐文琪的住所。于是在二老到达之前，张显宗和唐文琪约定1人1个，谁都不许手软。事后为了防止尸臭的出现，2人将尸体分割成小块，用盐腌制后放进微波炉里烤熟，而那些砍不断的硬骨头则放在了冰箱中冷藏，最后再把剩余的残肢用外卖盒装进垃圾袋，骑着单车扔进了海里。此案情一经披露，引起了全香港市民的轰动，甚至有记者专门跑来监狱，想从主犯口中得到些更爆炸的内容。很明显，张显宗十分享受这种被重视的感觉，因为在他过去30年的生命中，从来没有人在意过他的想法。而从犯唐文琪这边曾经被情所伤自杀过3次，好在都被及时救了回来，但他的脑部已经严重受损，智商只有74。可他在接受警方的审讯时，却能将案件所有细节描述得一清二楚。而根据香港地区的法律规定，警方为2名被告都提供了免费的法律援助，但由于案情已经十分明朗，张显宗也一直表现得异常冷血，他的辩护律师早已不抱任何希望。不过香港法庭采用的是陪审团制度，众人的投票往往可以主导判决的结果。法庭上9位不同职业性别、不同社会地位的陪审团就此组成，而电影的精彩反转从这一刻才刚刚开始。在2名嫌犯落网之后，时间线回到了2001年，此时的张显宗刚从国外回来，因为炒股亏了很多钱，父母担心房子保不住，索性将产权过户给了哥哥。尽管当时的张显宗十分不乐意，但在父母的压迫下，他还是在转让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也就是从那以后，张显宗很少再跟家里人来往，血浓于水的亲情似乎都逐渐离他远去。而他和从犯唐文琪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某次求职的面试时，旁人都因为唐文琪身上的臭味选择了远离，只有张显宗愿意坐在他的身边。本以为英文很好，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张显宗能够顺利被录取，可不曾想本该轮到他的面试，却被另一位穿着体面的男人插了队。面试失败后，同样被社会抛弃的2人很快成为了朋友，互相吐诉着命运的不公和对环境的不满。直至杀完人面对记者的提问时，张显宗依旧显得坦然自若，他把罪责全都推在了父母身上。小时候他想去打篮球，但父亲非要逼着他去弹钢琴，导致他发育不良也长不高。出国留学却被黑人打到大小便失禁。比起家中的哥哥，他就像一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弃婴。很快到了此案的开庭时间，张显宗的辩护律师不停地在打感情牌，想要以被告的不幸遭遇来唤起陪审团的同情。不过这番辩护意见依然是将张显宗判定为有罪前提下进行的。陪审团内部也认为张显宗是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高学历杀人狂。这时有人提出了疑问：张显宗拥有137高智商，而从犯唐文琪因为脑子受伤，智商只有74，那么他在行凶时究竟是主观意识还是被教唆诱导的呢？既然陪审团一致认定张显宗有罪，那么接下来的讨论重点应该是第2被告的罪名是否成立。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早已认罪的唐文琪竟然当场翻供，主犯张显宗罪名被一致认定后，很快来到了第2天的庭审现场。这时警方公布了从犯唐文琪的认罪录像，为他辩护的是香港资深刑辩专家。有律师敏锐地从审讯录像中发现，唐文琪曾在被捕时明确表示自己根本没杀过人。可直到第7次审讯时，唐文琪才承认了自己所做的一切。原来在他被拘捕的41个小时内，唐文琪根本没有睡觉也没有进食，显然是因遭受到了某种折磨，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才签下的认罪协议书。在由律师强劲有力的辩护下，警长的脸色也瞬间变得难看。随后唐文琪前女友出席了法庭，指证男朋友平日里性格古怪，有一次工作时弄伤了腰部，但唐文琪始终不肯去医院治疗，执意要躺在床上等死。没有了收入来源，女友自然跟他提出了分手。也就是在这时，唐文琪尝试了自杀，虽然被抢救了过来，但脑部也严重受损。后来甚至为了挽回这段感情，
曾经守在女孩家门口很久，实在憋不住还尿了一裤子。有了前女友的这些证词，陪审团对唐文琪的精神状态和智力水平有了一次重新的评判。很明显，智力只有74的唐文琪根本没条件完成如此缜密的杀人分尸计划。随后，唐文琪开始了自辩，他直接推翻了张显宗之前的所有证词，表示自己的确和张显宗住在一起，但那都是因为对方对自己很好。出事那天，他刚下班回家，扑面迎来了一股臭味，他转身逃跑，却受到了威胁。我见过你妈和姐姐啊。无奈，唐文琪只好帮张显宗一起处理尸体，而他也并没有按照指示将那些残骸带到内地丢掉。至于前面签下的认罪协议，全都是因为遭受了精神折磨和压迫所致。讲到兴起时，他甚至把警长的语气和动作都模仿得一丝不差。难道说唐文琪真的是无辜的？可当控方律师对他提出疑问时，唐文琪却又表现出异常慌乱和激动。对于回答不上来的问题，就开始风言风语、大喊大叫。这时，吴律师提醒陪审团，张显宗的证词完全可以证实唐文琪的杀人动机。两人曾在某次吃面时交谈过。我想在30岁之前自杀，我会在家里割腕，弄得满屋子都是血。唐文琪忽然有了想法，开始教唆张显宗杀害自己的父母。既然横竖是死，不如找些人垫背。这次就当作是彩排，如果成功了，我们就去玩点更刺激的。因为唐文琪知道自己这副傻傻的外表会帮自己蒙混过关。这时，由律师打断了吴律师的推演，他向法官和陪审团辩护：首先，唐文琪根本不认识张显宗的父母，并不具备杀人动机；其次，张显宗的智商高达137，很明显智力缺陷的唐文琪更容易被控制。这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根固在大多数陪审人员的心里，就算控方律师再怎么巧舌如簧，似乎也无法轻易改变。原来智商低下，在某些时候真的能成护身符。轮到唐文琪姐姐出庭时，直接将气氛烘托到了高潮。她向众人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：弟弟从小就是个听话敏感的人，也很容易受到朋友的蛊惑和欺负，曾因此想不开自杀过好几次，直至如今弟弟的大脑永久受损，无法恢复。她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讲的。陪审团里好几名女性忍不住的默默抽泣。终于到了陪审团的投票时间，本以为张显宗的罪名会是全票通过，结果却有一名白发老头投了无罪。可笑的是，他根本答不出无罪的逻辑和理由。按我这一票也不会影响结果，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轮到对唐文琪的定罪投票时，几个人产生了分歧，因为在法庭上，唐文琪在学警长说话时，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弱智。可尽管所有证据都指向了他，但他那副傻乎乎的样子，大部分的陪审员都倾向于同情和可怜，甚至还有人说，既然张显宗已经承认了罪行，也没必要硬拖唐文琪下水。这时有人看不下去站了出来，表示在法律面前，他们必须要做到人人平等。众人这才开始认真起来。法庭上，当陪审团投票结果公布后，场内一片哗然，张显宗8比1有罪，唐文琪全票无罪通过。此时张显宗也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法官根据陪审团的意见定下了结论，张显宗被判处终身监禁，而唐文琪则因被利用，判处阻止合理埋葬尸体罪1年有期徒刑。但由于他已经被关押了2年，于是在退庭后便可自行离开。这起轰动全港的逆子弑母案就此告一段落。不久之后，张显宗的哥哥来到了监狱，此时的张显宗依旧有说有笑。可当哥哥告诉他父母的遗嘱中也有留给他的一部分财产后，张显宗的眼中充满了质疑和惊恐。但随着探监时间的结束，他口中似乎还有着重要的事情没有说完。而另一边，唐文琪出狱后就一直接受着媒体的采访，他表示现在自己会时常做噩梦，不知该怎么开始以后的生活。与此同时，那间出租屋也到来了新的房客，而令人诧异的是，男人在房间的柜子中找到了许多纸质文件，竟是唐文琪报考2级会计的资料。想到那个曾在法庭上风言风语的弱智，让人不由得心中发凉。所以我们所看见的一切，真的就是事情的真相吗？